Hello，同学们，早上、中午、晚上好。今天我们继续实现这个号称2天可以翻倍的拉盖尔交易策略，这是第3部分了啊。如果你也想使用这个交易策略的话，就跟着我一起把这些代码都敲一遍吧。今天我们应该就可以把这个策略的全部代码都讲完了，所以你就可以从第一个视频开始跟着敲一遍了。当然，确实不想写代码的同学，也可以从这个地方去下，下编译好的 EA 文件，包括这个策略用的拉盖尔指标也是在这里下的啊。好，我们开始编码。上节视频很长啊，我们主要是讲了这个is new bar 函数，还有获取我们的指标的数据，统计多空的持仓数量，还有开仓的这个条件判断，包括这个过滤掉高成交量的 K 线，还有就是我们具体的这里的开仓啊、止盈啊、止损啊，还有这里的计算仓位啊，内容很多，录制视频我都录了将近有1个多小时。所以大家能够看完啊也不容易，但是不知道大家发现其中有一个问题没有啊？反正有一位观众是发现了，他指出了这个问题，就是我们这个统计开仓的持仓数量的这个函数，大概就是在177行代码这里。这行代码是统计空单的持仓数量，然后我是把这行代码176行复制下来的，因为它们的大体结构都一样。但是我复制下来之后，忘记把这个 count by 改成这个 count sell 了，也就是我们是要统计，这一行是统计空单的持仓数量，但是统计成为了多单的了，就是一个小 bug 啊，忘记了。不得不说啊，这位同学优秀啊，这么长的视频啊，你不仔细看，确实很容易就错过了这个 bug，我就错过了，所以他确实是肯定是用心看了的。如果都像这位同学一样啊，我可能早就火了。因为我做的视频啊，都说实话有点长。昨天那个视频我是做了1.3倍加速之后的市场，频道里很多视频我其实都是做了1.3倍加速之后的，包括今天的这个，我大概也会是以一个加速的状态发出去。但是即便如此啊，我的这个时长通常来说，反正就不短，太长了。太长的视频完播率真的太低了啊！完播率低的话，这个平台它也不舍得给流量。好，废话就不多说了，我们开始 coding。我们找到上节课的内容，还有的就是我们的持仓过程啊，还有出场的一个逻辑，也就是这些参数的逻辑啊。首先就是这个拉盖尔出现反向信号时是否出场，我们要写一下。这个过滤高成交量的我们昨天写过了，还有就是再次回到信号区间是否出场，如果出场的话，需要等待多少个小时后才能继续交易。好，那我们先把这个出场写一下。写到这个地方，应该是统计开平仓数量这里，出场逻辑，出场逻辑。那么先要判断一下，判断什么呢？判断用户是否选择了这样的一种出场模式。那我们再判断一下，首先判断一下多单的环境啊，就是当前多单持仓不等于0，也就是有多单的话，那么就是拉盖尔指标下穿越，我们就出场。RSI buffer 下穿越的话，就是第2根要在我们的拉盖尔指标的上沿，然后第1根的话要来到我们拉盖尔指标的下沿，这就是完成了一个下穿越的动作。下穿越之后，我们就针对它做一个多单平仓的逻辑啊。我们这个方法还没有写，先暂时空在这里啊，我们待会儿写，然后再把空单的逻辑写一下。空单就是完全相反嘛，如果空单持仓不等于0，然后第2个是在小于等于拉盖尔的下沿，第1根是出现在拉盖尔的下沿的上方，那么我们就需要对空单进行一个平仓。好，我们把具体的函数写一下，也就是平仓的函数，写在这里，给它一个返回值布尔类型，然后 close positions， 然后需要传2个参数，第一个是我们的 magic number， 第2个是我们的持仓类型。当就 enum position 这个 type pt，
还是跟这里差不多啊。再复制一下，我们把这一段复制一下，全部复制一下。首先，这个 total 代表的就是获取当前已经开仓的总数，然后我们对这个总数进行一个循环的便利，从最后一个仓位开始循环，一直循环到 i 等于0，也就是第一个仓位的时候。然后我们再获取当前这个仓位的这个 ticket，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判断，如果是小于等于0的话，那就是有问题了，就直接 return false。然后根据这个 ticket， 我们再进行一个选中这个持仓，选中持仓之后，再获取一下当前持仓的 magic number 是多少啊，魔术号是多少，然后再把当前持仓的魔术号和我们要进行平仓的这个 magic number 进行一个判断，如果是相等的话，代表就是属于它管辖的订单，就这么理解。然后就是获取当前持仓的类型，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地方改一下。获取到持仓类型之后，我们判断一下，如果是多单的情况，并且我们传入的这个 position type 是空单的话，也就是我们要查的是空单，但是当前持仓是多单的话，那么我们就需要把它这个 continue 出去，不要执行下面的平仓动作。这个地方我们待会儿会写一个平仓的代码，然后再针对于空单进行类似逻辑的一个判断。如果当前持仓是空单，但是我们要平的是多单的话，就直接给它一个 continue。这一次记得复制粘贴过来，要把它改一下。好，之后就是我们的平仓逻辑。平仓的话就使用 trade 对象 position close， 然后传入我们的 ticket 就可以了。当然，你也可以针对于这个 result 这个结果进行一个判断 ，result rate code 如果不等于 trade 然后 code 下的 down 的话，那么就是有问题的。我们需要抛出这个问题，简单做一个提示，平仓失败，把这个 ticket 暴露一下。OK， 简单提示一下之后，我们就 return false， 平仓失败。好，逻辑跟统计持仓的逻辑大致都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直接复制粘贴过来，简单修改一下就可以了。我们编译一下，看有没有异常。有一个异常在247行，我们这里的需要对它进行一个类型转换，因为这是一个浪类型的，你跟这个 string 类型相加的话，要进行一个强转。好，现在就没有任何警告。那我们上去把这个方法调用一下，在这里 close position 传入我们的 magic number。magic 又不出来 ，magic number， 然后我们的想要平调的是 position type， 这里是多单平仓 type buy， 空单的话就是 type sell。OK， 编译一下。好，除了这个出场逻辑之外，还有一个就是再次回到信号区间是否要出场。把它写在这个地方，还是判断一下 count by 如果不等于0，也就是当前持有多单的话，并且这个用户是原定的模式是回到区间要出场，写一下具体逻辑啊。针对于多单的话，这个拉盖 RSI back 的判断标准就是，指标先是在这个下沿上方，然后又回到了下沿下方的话，那么就直接这笔多单进行出场，判断一下。RSI buffer 也就是第2根是在拉盖这个下沿的上方，然后第1根的话是来到了下沿的下方，那么就证明指标又回来了。回来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跟这里是一样的，把这个多单进行一个平仓，然
然后我们复制粘贴一下，空单的也写一下。空单的话就是，空单的话就是第二根是在上沿的下方，然后第一根来到了上沿的上方，证明就是指标要回来。回来的话，我们这里就把这笔空单给它平仓掉，好，这就可以了。还有一个就是它回到区间之后需要暂停交易几个小时啊，暂停交易几个小时，写一下，就是如果它有多单，然后多单又被平仓了，因为信号又回来了，那么我们就把这个时间给它往后推一部分时间，推的话，这个时间是我们当前时间再加上要延迟几个小时，小时乘以60毫，这个就代表的是当前时间2个小时之后的一个时间点。那么我们使用这个时间点，就是目的就是用来暂停交易2个小时，对，就这个目的。然后多单和空单是一样的，没有什么区别。那么这个延时时间它影响的只是我们的开仓的逻辑，但是我们这个出场的逻辑是不受影响的。不能说暂停交易之后你出场的话，也就是平仓的话也不做了，那样就不太合理了。所以我们应该是把这个时间应用到这个地方，因为下面的话都是我们开仓的逻辑了，我们就写在这个地方。我们判断一下，如果当前时间还没有达到延迟的时间点的话，就暂停交易。对，就这个逻辑很正确。然后我们在这里判断一下，判断 time current 当前时间是否是小于这个延时的这个时间的。如果是小于的话，那么证明它还处于暂停交易的一个状态。暂停交易的话，我们直接给它 return 就可以了，就不让它执行后面的这些开仓逻辑的判断，因为没有什么意义，它不能够开仓。那么我们还可以把这个给它这个 no trader 的信号给它画一下，相当于是利于我们观察一下。然后走到这里的话，证明代码如果执行到这里的话，肯定就是可以交易了。那么我们就需要给它重置一下延时时间，延迟的时间。就是把这个延时的时间点给它重置为0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编译一下，应该是没有什么异常的。好，完美，没有异常，没有警告。好，这就是大体的全部的逻辑了。好，下面我们就把这个编译之后的这个执行文件放在盘面上去看一下。简单跑了一下，这是空单空单的逻辑，这是过滤掉高成交量 K 线的逻辑。然后这一部分应该就是这个禁止交易还没有达到延迟的时间点的话，暂停交易的一个区域，就是这些连续的这个对勾的话，代表它应该是一个禁止交易的一个状态。这里的多单多单，好，我们就不把它测试完了啊，你们可以自己要么自己去下，要么自己写，然后自己去回测。好，这就是这个策略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感觉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还请点赞、分享、评论、加关注。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